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 1.5 版本新角色4星航鸭大姐姐的攻略。作为一个物理同学的物理角色，航鸭能够搭配什么队伍比较好呢？配装又该如何选择？相信看完这期视频会对你有所帮助的。至于一个硬币10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情况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航鸭是一位物理同学角色，战绩可以长点，同时还能给敌方挂上沉负效果，从而提升我方角色对敌人造成的伤害。大招给单体角色加攻加速。那么航鸭在目前版本到底值不值得培养呢？先从基础面板说起吧。80级基础数值方面和体云差不多，总体生存能力偏低了。而航鸭生命值总体给的比较高，行迹也有加生命值，而体云则是防御力稍微高一些，所以航鸭尽量还是考虑防御力提高生存的。航鸭的战绩对敌人造成伤害，并且施加一个沉负效果。我方角色普攻战绩终结技攻击敌方2次可以恢复1颗战绩点，最多2个。简单来说，我方角色每攻击4次敌方目标可以抢2个战绩点。可以看出航鸭释放战绩也可以算1次的，也就是说只需要队友攻击敌方3次这个目标就可以抢2颗战绩点了，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。释放的1个就是每次抢战绩点可以抢1颗嘛。而天赋配合战绩一起说，可以提高我方角色攻击这个目标，提高伤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追加攻击是不能触发这个效果的，很可惜啊，警员、托帕、克拉拉这种主打追加伤害的就不太适合航鸭了。终结技给指定我方角色提供速度，受益于航鸭的速度，10级是120%以及160%的攻击力加成，所以航鸭尽量多堆速度来提高队伍的角色速度，持续2个回合。但是航鸭需要140点大招能量。在零命情况下，2回很难维持覆盖率的。这里就说一个比较热知识的细节吧，不过各位应该都知道了，适合所有的大招辅助角色，在主 C 回合内释放大招，本次主 C 就不会消耗这个回合，从而提升这个大招覆盖率。航鸭的秘技攻击敌方进入战斗可以给随机敌方挂上一个沉负效果，相比战绩属于低配版的一点，没有指定性的嘛，但是可以赌。可以让你开局不用放上技了，还是很不错的。额外能力1，我方角色攻击沉负效果，敌人可以提满10的攻击力，属于锦上添花的效果了。能力2，沉负敌人被消灭后，如果恢复战绩点小于等于1，则是可以恢复额外1个战绩点，防止你快速击杀了抢不到战绩点了。这一点提升还是很不错的。能力3，每次触发战绩回复可以恢复2点能量，有充能神的加持下，每一轮大招下去至少也有10点能量以上的回复了。减缓了航鸭140点能量的压力。分叉方面，除了攻击力可以不解锁，其他全部解锁了。由于战绩提供的伤害没有提升增益的，加上航鸭辅助也没有伤害，战绩可以完全不升，天赋大招对点即可，非常简单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我真的好喜欢航鸭这个角色啊，呆呆的漂亮，重量还是很大又白。Nice。接下来说一下配对方面的，航鸭作为一个长点为主的同血辅助，增伤加攻加速倒是其次啊，前面也说过了，航鸭不太适合追加伤害的角色，而长点这个地方则是队伍需要有比较高的战绩点需求，没错，就是影月君了。搭配霍霍，好家伙，全程3段强化输出，而且由于战绩点足够，以加速跑得快，打的回合数和布洛尼亚差不多了，所以结论就是搭配影月非常的香啊。特别是那些辅助又少而且又没有布洛尼亚的玩家来说，还是有必要捞一个航鸭的。第2个配对就是本期的银之了，可以带童鞋、行星相会关锥以及皮诺康尼套增伤，但是银之实战下来也不是必要航鸭的。第3个希尔，特别是这期混沌10上半啊，这个配对必定是上量子就很舒服啊。至于说卡夫卡嘛，只是说可以嘛，毕竟没地方塞了。卡夫卡加一个 DOT 手艾斯达加一个奶妈，你还能换谁呢？总结，强度方向性虽然不如体云佩拉，但是辅助太少的玩家是必抽的，捞一个就行了。辅助比较多的随意，不是必要不可了。但是航鸭在特定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比如搭配霍霍，毕竟0命的霍霍几乎是不残点的，1命才会残点。航鸭的关锥选择上，搭配银之可以用行星相会更大程度增伤，其他角色可以用拉条关锥和月卡关锥，都是航鸭的平民选择了。5星关锥自然要首选布洛尼亚的装光咯。而航鸭大招是根据航鸭速度来增益的，最佳适合航鸭就速度套了，非常契合。如果是配合拉条关锥，都可以当半个艾斯达来用的。内圈银之可以用皮诺康尼，但是考虑到放射性、龙骨和仙舟会更好。
常规的生命衣服、速度鞋、生命或者防御球、绳子充能，非常简单。星魂上行牙1魂拉条的，但是触发机制用处又不大。2魂加速 20%，4魂大招持续多1个回合。但视频前面也说过了，可以通过在主 C 回合放大招，可以提高覆盖率，这个就问题就不大了。6魂增伤额外提高 10%， 好家伙，总体看下来非常的保守，灵命就是完全体了，真没必要抽星魂呐。当然视命也确实也还不错，不过也还好，不用为了星魂强抽了。我这里也是比较好奇，行压居然比他姐姐还要大，这合理吗？所以各位到底喜欢大的还是小的呢？我还挺好奇的呢。好吧，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UP主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